已经3年多了，索尼终于推出全新的 A74来取代 A73。A7 系列一直都是索尼很受欢迎的全画幅相机，就是因为它很可靠的对焦系统，加上它所拍出来的画质，不管在照片或视频都很令人满意。索尼相机一直都只有8比特的视频规格，一直到索尼推出了 A7S3 即 A1， 才把视频规格提升到10比特。这次索尼的全新 A74也加入了10比特的视频。刚刚前面的那一小段的视频就是以10比特、420、4K 50帧 S-Log 度来拍摄。我觉得比起前一代的 A73， 视频拍出来的画质提升了不少。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聊聊 A74这台相机，除了提升了视频的规格，到底还加入了什么功能在这台相机里面？毕竟相隔了3年多，索尼也必须提升一些功能，才能赢取市场的一些地位。先跟大家说 ，A74机身定价为美金2499，要比前一代的 A73贵多美金500块左右。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的官方价格，也要等到年底才能供货。A74已经不是索尼最便宜的全画幅无反相机。现在这个任务已经交给了 A7C 那台相机。A74的市场定位应该已经与 A73有所分别，已经是一台高规格的 Hybrid 相机，可以拍照又可以拍摄10比特的视频，像素已经提高到3300万，对比其他同级的相机，比如佳能的 R6、松下的 S5、尼康的 Z62， 增加了不少的像素。现在 4K 30帧以下的视频都是以 7K 的超采样来拍摄，50帧以上是以 4.6K 超采样。连拍速度与 A7R4 差不多一样，在没有压缩的 RAW 可以连拍6张。那么在压缩的 RAW 就可以连拍10张。依照索尼的资料，如果配合 CF Express Type A 的卡，在压缩的 RAW 加 JPEG 的拍摄，可以连续拍摄800多张的照片。可以达到那么多张的连续拍摄，就是因为 A74也采用了与 A7S3 即 A1 一样的处理器。那么写入 CF Express 的卡，速度就相当的快。机身防抖从 A73的5级提升到5.5级，整体机身看起来与 A7S3 很相似。握把比起上一代的 A73要大一些，握起来手感还不错。背后的屏幕已经改为向外翻转屏幕，也是一个触摸屏。现在不只可以选择对焦点，还可以做目录里的选项。目录也改为与 A7S3一样的新式目录。HDMI 的接口也改为 Full Size HDMI， 这对时常外接屏幕或者 Atomos Ninja 5的就很方便。2个 SD 卡槽都支援 UHS 度，第一个卡槽也可以支援 CF Express Type A 的卡。电子提醒器也提升至369万点 OLED 屏幕。这次 A74也终于可以把拍照及录影的参数都有个别的独立设置。不过你必须在目录里面选择哪几项是要个别的设置，或者是要同样的设置。机身顶部 BASM 的拨盘现在分为2个部分，上面的部分是可以调整 BASM， 而下面的部分就可以切换拍照模式、录影模式或者是升格模式。索尼也加入了关闭快门的叶片，至少可以避免灰尘落到 CMOS 的表面上。自从 A73开始，索尼的对焦系统就已经很出色，这次 A74的对焦系统就更加的完善。在录影时，不只可以识别人脸及眼睛，它也加入了动物眼睛的对焦系统。对于拍摄鸟类、狗狗、猫猫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拍摄，对焦相当的准确。这个动物眼睛对焦目前在 A7S3都没有这个功能。前面那一小段的视频是在基隆博士里拍摄的，我是搭配 35GM 这支镜头，然后把它架在紫云 Vivo S 上。当晚有些地方是会比较昏暗，
不过 A74 的对焦系统都没有让我失望，没有发生突然脱焦的问题，也没有发生对不上焦的问题。我把对焦的区域放在主体上 ，A74 的脸部及眼睛对焦就会追踪到底。其实 A74 的对焦系统是与 A1 的一样，759个相位自动对焦点，然后可以在富士 EV 弱光之下进行自动对焦。Okay, good,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. 来，换。OK。可以吗？啊？这里感觉比较美。这个比较美哦。有一个功能我特别的喜欢，索尼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功能，叫做 Focus Mapping。对于喜欢使用手动对焦镜头来拍摄视频的，是相当好用的一个功能。对比风式对焦就更加的方便，它是以颜色来区分焦内或者是焦外。对上焦的主体是没有颜色，而对不到焦的就以颜色来区别。距离比主体越远，颜色就越深。A74 的另一个新功能就是可以解决镜头的呼吸效应。对一些呼吸效应严重的镜头都可以去做修正，这个功能就叫做呼吸补偿。目前这个功能也只能用在索尼的 GM 镜头，就比如这支35 GM， 启动修正后，呼吸效应就完全的消失。以目前市场需求来看，一台专业的相机都必须要有10比特的录影功能。因为在后期的制作可以调整的宽容度会比较大，对于调色这方面效果会比较好，比如不会发生颜色断层，然后色彩也比较丰富等等的因素。这次 A74 就是提升了10比特视频规格，420或者422，最高可以录制250 Mbps 即60帧的视频，都可以透过机身做内录。虽然 A74 是一台全画幅的相机，不过在使用50帧或者60帧的时候，视频是以 Super 35的规格来拍摄，也就是说以 APS-C 模式来拍摄。所以在使用50或60帧来拍摄的时候，就要注意镜头的焦段都必须乘上 1.5 倍。就是因为50帧以上会以 APS-C 模式拍摄，所以我觉得要提出以下这一点，让大家做参考。如果你的相机是设置为 PAL 的系统，那么你在选择 XAVC-HS 的时候，你的视频只能够拍摄50帧。如果你是设置为 NTSC 的系统，那么在 XAVC-HS 的选项就多了一个选择，24或者60帧。只要你选择24帧，就会以全画幅的模式拍摄。在 A7S3 或者 A1， 这不是个考量的问题。不过在这台 A74， 你就必须注意这一点。为何 PAL 系统在 XAVC-HS 没有25帧？如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请在以下留言分享。在这里的照片都是以 JPEG， 然后在 Lightroom 微调。因为在目前 Lightroom 还不能开启 A74 的 RAW， 所以我也不能详细去测试 ISO 的表现。不过我觉得 A74 的高 ISO 表现都很不错的。依照其他人的测试 ，A74 也有双原神 ISO， 你们可以去看看其他人的评测视频。以上所提到的基本上就是 A74 主要加入的功能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小小的提升，比如加入了 S-Cinetone Picture Profile， 又可以使用 4K 来当 Webcam， 也加入了美幅的拍摄效果，然后使用与 A7S3 一样的散热系统等等的新功能。建议大家到索尼的网站了解其他新加入的功能，我一时之间是很难把全部的功能都说完。我相信大家都会问，我有 A73 是不是要升级 A74？ 我是强力推荐升级的，毕竟是使用全新的传感器，再加上10比特的视频。
除了120帧，几乎 A7S3 所有的功能都在这台相机里。虽然 Rolling Shutter 会比较明显，然后50帧以上会以 APS-C 模式拍摄，不过 A7-4的对焦实在是完完全全可以胜任。尤其是在拍摄视频，你真的会佩服它对焦的准确性。然后3300万的像素不会太高，也不会太少，在拍照方面也可以给你很大的伸缩性，要裁剪也有足够的像素。当然，直接买 A7S3 视频规格会更好，不过像素也只有1200万，就看你自己会偏向什么。如果你是要有很强的视频规格，又需要足够的像素，又不想花钱买索尼 A1， 那么 A7-4应该会很适合你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那个它的速度，有40多秒对焦啊，我也要拿来用啊这个。好的，刚才那个有录到吗？来，感觉那个白色是不是有点烦躁的？不行啊，那这样子我才亮一点嘛。跑一下。